中国的网证网号制度今天是正式实行了。它一开始伤害的是人们的隐私，但最终伤害的一定是钱包。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15号，国内今天是正式上线了网证网号。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它对于咱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影响，尤其是还在国内生活的朋友们。人们都清楚，只要是集权社会它就是无穷无尽的控制和折腾，没有尽头。那控制就分为两种，它用户口、身份证控制的是民众的身体，因为你发工资、你开公司创业还是你上班，你必须得有这点东西吧，出国得有护照吧。但是有很多人上网以后他就放飞自我了，他就说一些东西。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虽然说有这个实名制，但是你别忘了，实名制它是隔着一层的，有些网络平台它可能执行起来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们有利益有些大 V 或者有点影响力的，他说点什么东西他不在乎，因为你能给我带来收益，我能分成。很多那个打赏什么带货平台都有收益，所以说对于他们的言论执行起来打了折扣了。那你说这个我党能同意这件事吗？那必须得上手的。所以说网证网号它迟早有一天要来的，只是说现在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来得更快了而已。那既然是要控制肉体，用身份证，那控制思想呢，那就用网证和网号。它和每一个自然人一样，哪怕你在任何一个平台上都有自己的账号，没办法，你人身份证是只有一个。给你举个例子吧，有人呢在这个抖音或者快手说了一些东西，但到了那个朋友圈或者到那个知乎他又说别的东西。为什么呀？他觉得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对不对？现在这招没戏了。那我给你举一个我在国内监控公司的一些案例因为我在一家拟上市公司那是几年前了担任这个总裁助理，我是负责法务阶段的。因为既然要上市了，就要合规合法。那时候我们就来了一个人力资源部副总监，总监呢是老板的亲戚也是近亲。这个副总监呢就抖机灵说，咱们高管们开会的时候，我其实为了防止人们摸鱼，现在这80后90后都不好管，咱给他上套系统，也不贵，一年呢也就是10几万，一开始50万。老板说我上这玩意有啥用？他就说我在那几家公司都有这个。大家听明白了吗？他来到我们这家公司他要拿出自己的政绩来，那他就想管这个事儿。反正呢，人力资源总监呢不管具体的。好了，一开始的目标呢是为了反代工、反摸鱼，对吧？也包括呢是防止商业机密外泄。因为真正的商业机密呢，它用特别的图片处理一般的你是打不开的，你只能在公司电脑打开。但后期发现变味了，它成为一个监控员工的工具，甚至是说对员工进行忠诚性测试的这么一个工具。因为员工的360打分其中就有一条这个纪律。纪律好听，说到底就是你在网上说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年轻人他都用各种社交媒体，包括微博、微信包括一互相联系 QQ 现在最多的是微信。那员工之间总有一些话要讲，但是这套系统全部是尽收眼底。给你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公司的每一台电脑，公司发给主要销售精英和技术骨干的手机是都在这个监控之列。他们说的每句话，输入法打的每一个字儿，有些人说我不说话，我打字儿行吗？你打的字儿只要涉及了公司他设定的关键词儿，这个东西每周给我们一个周报，这周报就知道谁往外发了什么东西，谁说了什么话，一清二楚要有人讲，我自己的手机我不连公司的 WiFi，我就连自己的那个流量，你老板能不能知道？我告诉你一样。因为后来有一种升级版，只要我们这个办公大楼
里面的手机它连接都能够截获。后来我说这玩意儿是不是违法呀？我认为这是违反这个隐私的。后来人那家网络公司说，这政府都违法，你怕这干嘛呢？哪家上市公司不上这套东西？后来我也哑口无言啊，老板还挺喜欢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东西啊可能会成为一些大公司的标配了啊，就是专门管理员工的。最终啊，人力资源部成了老板的东厂和西厂，实际上也完成了人力资源部的扩权啊，就不光是什么培训、考核、薪资管理了啊，加了一块监控啊。所以人力资源部啊，他开除起来就不容易，他掌握了公司很多的机密。那我们再说，这仅仅是一家企业，要国家层面那就更完善了。我统计了一下哈，这套制度起来啊，它实施的话并没有宣传，大家明白吗？是因为收网阶段还在后面呢，现在还属于是布网阶段，每个人都给你做好了一个电子的牢笼，你必须自己钻进去。现在让人钻的时候啊，不能勒得太死。那一旦人钻进去以后，那几个部门来管呢？我大概数了一下啊，第一个部门呢是公安部的一局啊，就是政治保卫局，也有的名字叫什么国内安全局啊，一个意思，就是防止这个国内的反对意见的。还有一个基础部门呢叫网络安全局，专门做网安的，就是网上执勤的那个谁说什么话，发了什么图片啊，小熊维尼啊，这个也被识别，这个属于网安局的。那再有一个更加强力部门叫国安部门，各那个市县都有局，他们管的呢就更加尖端一些。你比如说，有些人往外发东西，或者是有什么间谍的嫌疑，他们主要是反间谍的啊，就一般的说点反话他不管。那还有一个部门是什么？工信部。工信部呢是负责开户啊，这是技术方面管理，他倒没有太多权利，但是他管三大运营商，就是电信、移动啊，这个网通。那还有一个部门呢，这个属于跨部门协调的，叫网信办。在国务院呢，它是列这个收支的啊，钱你国务院出，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它上边俩婆婆，一个叫中央网信委，一个呢叫国务院。实际上国务院是管不了的，哪个总理、副总理能管得了网信办？网信办实际上它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是归那个宣传部甚至是中央网安办来管的。那我们再说，整个中国管网络安全那个部门呢，或者那个组织叫做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委员会啊，它是直接管这个国家网信办啊，这网信办在管那个全国的。那这个部门主任是习老大他自己亲自兼任的，那你就明白他对网络安全还是非常重视的。那既然全国有这么庞大的一个系统啊，这还仅仅是说管理的一个部门，其他的相关联的什么银行、人力资源、卫生系统、教育系统，它都归这个协调。那我们就说，如果这个网已经建好了，大家钻进去以后，第一步收网是什么？第一步收网，你得自己把这个牢笼套在自己脖子上，那就必须得装它的那个号啊，下它的 APP， 因为第一步啊叫做政府部门。你比方说，只要在中国做生意、创业，还是说你去办个护照，你是办什么残疾证、办什么这个卫生局的证，你是不是要去网络挂号？你不挂号的话，他说，哎，不行，我们现在已经科技了，线上了，你在柜台我给你办啊，你必须得现在，你线上你必须得注册这个 APP， 你注册 APP， 它就让你输网络安全号，你不输你就跳不到下一步。如果说各大部门都这么搞啊，这个枷锁不就套上了吗？你难道说你不去跟刚才我说的几大部门打交道吗？养老、医疗、教育和这个卫生，不可能吧？你只要打交道，你就自己把这套索套好了。只要套好了以后，马上实行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社交媒体的配合。现在社交媒体实际上他不愿意配合，为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很多大 V 啊，什么几百万、几千万的，他们带一场货几亿啊，或者是他每天打赏的话，平台有时候能分到1/3啊，20%到30%啊，这是他们的摇钱树啊。但是这些人嘛，有时候说话他也不注意，因为中国的这个敏感词它是动态的，它并不告诉你我有个库，你这些词儿不能说，不是，它就是告诉你什么天危难测，你也不知道哪儿是敏感词，
这样就造成什么？一个人在自我审查，他的自我审查的时候啊，他慢慢就失去了这种创造性。所以说啊，真正的大 V 啊，你真正和粉丝进行互动，你必须得说点那个有意思的事，哎，这没准就碰到哪个基点了，对吧？你像那李佳琦直播的时候搞了个饼干，然后摆了个坦克，人家就联想到89了。你说这个到哪儿说理去？他本意可能根本不是这意思。所以说呢，第二步是社交媒体啊，你慢慢再登录、再升级的时候就要输网暗号了。你不输，哎，你的版本就不能升级，甚至有一天就没啥功能了。哎，你上去你也不能发言，有啥意思？也被禁止加入群组，你有啥意思？因为人的思想说到底，你的表达、文字、声音、图像啊，这个音频、视频，你必须得靠这个东西啊。但是你只要在网络上出现碰了线，就能找到你人，找到你人以后，就进入了第三个环节，就是对线下的人呢进行打击。说句实话啊，他这个初衷呢，倒不是说把这人打击了，更多的是什么？是一种威慑，让你知道在这网里边你就老实点，老实点不就成了996的牛马嘛，对吧？他不是要把奴隶主从来没说要把所有奴隶全都干掉，那谁该给他干活呢？你只要是什么干活的同时啊，不要反对，不要造反，不要有怨言，这个才是他想要的东西。所以说第三个就到了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方式了。你比方一开始叫喝茶，就是约谈嘛，哪些话不能说啊？你要这个国家建立起来不容易啊，那多少先烈再给你洗一遍脑，说的也就是让你不要再说了。如果有人觉得我是维权呢，我没说别的，我要维护自己权利啊，村镇银行把我的200万给吞了，我现在他只赔我50万，我能同意吗？这150万等着看病呢。你只要一维权或者一些司法不公，那就没有道理可讲了。那这个时候有这个网暗号，它很容易找到你个人，无论你喊冤还是举牌，对吧？找到你个人以后啊，就进入了约谈喝茶的上一个版本，叫做什么呀？叫做打击你的社会关系。就是说你七大姑八大姨，哎，来劝你家族的舆论。第二呢，你开公司的，你这营业执照要年检吧，税务要检查吧，消防要检查吧。你要打工的，你老板说，哎，不行啊，你这网上说的话不公听啊，你明天卷铺盖走人吧，我不敢用你了。说到底就是断了一个人的什么生路。你饭都吃不上，你还不得老实吗？他目的不是把你打死，让你老实听话，让你顺服。好，有些人就是有刚，哎，我就是要干，我还要继续维护我的权利。那这个时候就进入第三个环节了，叫什么呢？生活上的寻衅滋事。他说你寻衅滋事了，那就开始什么拘留5天、10天啊，什么15天，就开始往拘留那个方向了，就开始限制你的人身自由了。如果这些人说拘留完了以后还有刚，还不改，还继续的维护自己的权利，那这时候就要再升一步，那叫什么呢？是银行账户要给你冻结起来，就说你呢属于是敏感的人物啊，冻结银行，你没钱了你就得老实，是吧？如果你老指望亲戚接触，这是不可能长久的。那最后还是不服啊，那就开始上刑罚了，那就是煽颠了。煽颠有时候呢和口袋罪很像，和那个寻衅滋事实际上有点像。那个煽颠呢，你哪怕说了几句，比如你贬损岳飞啊，他都有可能把你上升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有可能的，对吧？因为他是民族英雄啊。或者你质一个董存瑞，你说人在烈火中烧的那个邱少云，他不可能不动啊，不违反这个生理这个神经反射啊，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但你只要是侮辱或者是亵渎了这个英雄啊，那就是不对的。所以说啊，煽颠罪动不动啊就可以给几年，目的啊终究是让一个人顺服。那我们再讲了，那接下来民众既然说这个枷锁你躲不掉啊，终究是越勒越紧，最终勒到你钱包去啊，让你老老实实996，对吧？主子上缺钱了，你的钱可以被冻结，也可以被划走，这个没什么新鲜的啊。你罚款嘛，你是反贼还不罚你，对不对？给你口饭吃就不错了。就像张晓明讲的，让你活着啊，你就不错了。这当年他给香港那反对派说的。好，那我们讲这套制度实行下来，那对于统治者本身啊，其实它也有一个反作用，就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是一把刀，总有一天啊，它有时候也会反噬，也会把这统治者也给装进去。还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当年掌握中央警卫局的汪东兴，他呢应该说是从书童做起，参加过长征，一直跟着老毛的，后来一直干到中办主任。那老毛死了还没1个月呢，这位曾经的书童中办主任就把自己的老婆和他的接班人不是四人帮吗？那不给抓了吗？说明什么呀？一个人你做不到绝对的信任。既然这套制度你能左右管理全国呀，其实这套制度也能反向向上进行，形成一个信息茧房。他如果对你觉得不对，你可能要把我干掉，那我就给你特供你想看你想听的东西。信息茧房可能就把统治者搞起来了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真的，因为希特勒看到报纸或者袁世凯看到报纸，有的时候他就是特供的，很多坏消息都被底下压下来了，不知怎么回事，对吧？江山就丢了。那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对于民众啊，接下来可能会采取其他方式了。你既然网络上大家你不让说话，都当伪君子了，真话怎么说呢？人终究是有表达的这种欲望吧，那就要去其他途径了。80年代啊，很多富裕的万元户，他有了钱以后呢，倒不是什么包二奶，他有时候往那个广东啊、什么福建啊去买那种小锅啊，就是那种拆散了的锅，然后带回家自己安上。为什么？他能看一些卫星电视了。以后啊，这种类似的锅依然会存在，因为随着技术进步啊，类似于马斯克的这种星链的设备啊，还会有，也不一定是星链本身了。那中国这么大，它能接受的外面的信息，这个东西它一定会越来越广啊。所以说，这个你在技术上实际上是禁不住的。最终这互联网呢，可能会形成一个思想的荒漠，没有人再说真话了，慢慢的你不是也就萎缩了吗？对吧？但是啊，说真话的欲求存在，它就会换其他的方式。另外，如果说时间长的话，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国际上的一些强国为了世界的和平，因为10几亿人如果说被强洗脑了以后啊，他有战争的冲动，因为战争本身就是转移国内矛盾呐，或者经济危机的一种有效方式。所以说啊，他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呢，就要把这个墙打破。那这个时候，也许啊，会有些强国呢，通过技术手段，通过植入这个蠕虫病毒啊，把整个系统瘫痪掉。这个在技术上并不难，包括现在也不难，只是说愿不愿意干的问题哈。因为现在全球化的今天呢，中国还没有到那个完全的闭关锁国或者严管，或者是脱钩断链的那个程度，那还有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也是最难的，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如果你还在墙内，你的这件事儿最终会不会影响到你？欢迎我们在评论区留言。好，最后呢，如果您觉得节目还行，欢迎点赞留言，咱们共同来探讨，让咱这个不传谣啊、不听传的小节目啊传播的更远。再见。